动用近卫装甲师，俄军再起红军村攻势。美国智库表示，叙利亚只是俄罗斯付出代价的一部分。号称可以猎杀 F-22，俄新防空系统凭什么这么狂？2024年12月9号，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势继续推进，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地区，目标明显，围困并占领波克罗夫斯克。尽管俄军在多个战区取得进展，但乌克兰军队也展开了反击，局势依然焦灼。俄军的主要进攻方向集中在波克罗夫斯克，尤其是从南面和西南面展开包围式进攻。根据军事观察组织的分析，俄军的90近卫坦克师和相关支援部队正在从西南方向推进，突破了扎霍夫特至诺沃特罗伊斯克的防线，形成了一个深达数公里的突出部，逼近波克罗夫斯克。俄军方面称，已经占领了诺沃特罗伊斯克的部分区域，并在南面取得进展。同时，俄军继续推进至谢夫琴科和新特鲁德区域，靠近波克罗夫斯克南部。根据报道，俄军已经占领了谢夫琴科附近的部分地区，距离波克罗夫斯克市中心仅约4公里。俄军的目标是通过进一步扩大突出部，切断乌克兰军队的补给线，并为最终的围困战做准备。尽管俄军加大了进攻力度，乌克兰军队并未轻易放弃阵地。乌军在多个战区展开反攻，尤其在南部的维尔卡诺沃西尔卡地区。12月8号，乌军成功收复了禁区失去的部分领土。乌克兰国防部指出，这一小规模反击是乌军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反攻之一。然而，尽管这一胜利对士气有所提升，但这片战场对双方的战略意义相对较小。俄罗斯的战略重点依然集中在北方的波克罗夫斯克。维尔卡诺沃西尔卡的战况并不会直接影响俄军的大规模进攻计划。俄军的另一重点方向是库拉霍夫附近的防线。根据分析，俄军在库拉霍夫及其周边地区采取了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和步兵进攻，试图突破乌克兰的防线，并切断库拉霍夫防线及其他城市的联系。库拉霍夫北部的达尔涅突出部成为俄军的重点目标。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约有1万名士兵，俄军则动用了多达 1.8 万人的兵力，试图围攻这一地区。尽管俄军在此地的进展相对缓慢，但随着战线稳步推进，乌克兰防线的稳定性日益受到威胁。军事分析指出，如果俄军成功地突破了达尔涅突出部，乌克兰军队可能会面临被包围的风险，迫使他们从该地区撤退，或进一步在该地区加码，避免敌军完全切断补给线。随着冬季到来，战场环境愈发艰难，恶劣的天气可能会对双方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尤其是对于俄军来说，补给和人员调动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然而，乌克兰军队的补给链同样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否会持续，成为当前战局中不确定的关键因素。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军正在加大对波克罗夫斯克的围攻力度，而乌克兰军队必须在冬季作战条件下展开反击。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的上台可能会对美国的军事援助产生不确定影响。乌克兰能否继续获得关键的弹药和支持，将直接影响战局走向。接下来的几周将决定俄军能否在2024年内完成对波克罗夫斯克的攻占，并决定未来几个月的战争走向。俄乌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代价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还深刻影响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经济稳定。自2022年2月发动对乌克兰全面入侵以来，俄罗斯付出了沉重代价。根据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12月7号的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开支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而且至今至少有70万军人伤亡。近期俄军的每日伤亡人数达到了1000人以上，损失速度惊人。同时，俄罗斯的国家福利基金液态资产从2022年2月的1400亿美元下降到2024年12月1号的538亿，显示出俄罗斯财政压力的巨大增加。俄罗斯政府为了维持战争努力，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其他领域的预算，甚至计划将未来几年1/3的国家预算用于国防。这一战略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维持战争，但从长远来看已经不可持续，而且严重威胁到了俄罗斯的经济稳定。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腐败问题愈发严重。2024年，俄罗斯腐败案件增加了30%，政府已惩处了超过3万名官员。这些问题共同加剧了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使得维持国防工业的运作变得更加困难。除了经济上的压力，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也面临巨大挑战。2017年，普京宣布俄罗斯在叙利亚取得反恐胜利，并表示俄罗斯将在中东长期驻扎。然而，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关注逐渐减弱，曾经的反恐盟主形象变得苍白无力。最近，叙利亚的反抗军重新崛起，俄罗斯只能通过外交部长发表极度关切情势的空洞声明，表示对叙利亚局势的担忧。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尤其是位于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设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由于俄军在乌克兰的兵力调动，叙利亚的空军和海军基地的防卫力量大幅减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逐渐丧失。即使如此，俄罗斯仍然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寻求伊朗和土耳其等国的帮助，以保障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安全。但是这些外交努力能否成功，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随着局势的变化，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略地位也在不断下降。叙利亚曾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唯一立足点，但如今俄罗斯已经无法有效地支持其最老的盟友击败游击队，反而只能屈服于外部压力。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资源，使得俄罗斯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军事能力大幅缩水。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可能还将影响俄罗斯在西非的利益，包括利比亚、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等地的战略部署。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为了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俄罗斯将对叙利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减少，甚至部分部署在叙利亚的兵力也被抽调到了乌克兰战场。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兵团也因其指挥官死亡而解散，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影响力。从战略角度来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失败不仅是其全球军事影响力的一次重大打击，更是对其外交政策的深刻挑战。俄罗斯原本是试图通过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挑战美国的主导权，并在中东和非洲扩展势力。然而，随着战争持续，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军事能力都受到严峻考验，未来局势可能会迫使俄罗斯重新审视其全球战略布局。俄罗斯新一代防空系统 Buk M3 海盗防空系统，目前由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正式亮相，并宣称其可以应对和制约包括 F-22、F-35隐形战机在内的现代空中威胁。作为俄罗斯山毛榉防空导弹系列的最新成员， Buk M3 在多方面显现了提升其战力，特别是在应对隐身战机、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战术弹道导弹等现代空中威胁上。Buk M3 由俄罗斯金刚石安泰集团研发，其核心装备了先进的 9A317M 发射器，能够发射6枚 9M317M 导弹。这些导弹配备有主动雷达跟踪和强化导引系统，显著提高了打击精度，并支持同时攻击多个目标。与先前版本相比， Buk M3 的作战能力大幅增强，每枚导弹能够独立打击多达6个目标，最大攻击距离对巡航导弹可达45公里，对传统战机则超过了70公里，作战高度可达35公里。这使得 Buk M3 能够覆盖广泛空域，适应现代空战的高动态特性。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Buk M3 宣称能够有效对抗隐形战机，特别是美军的 F-22和 F-35。虽然这些战机依赖低雷达截面和电子战技术来规避雷达探测，但该雷达的多频雷达和网络化追踪系统能够有效地减损隐形战机的优势，从而增加其被击中的风险。然而，尽管 Buk M3 的性能十分强劲，能否真正的威胁到 F-22和 F-35仍然存在争议。隐形战机的设计不仅仅是依赖低雷达反射截面，还融合了复杂的电子战手段和传感器欺骗技术。这些战机依旧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利用电子战手段和机动性规避地面防空系统的攻击。因此，尽管 Buk M3 具备对抗隐形战机的潜力，但其实际战力仍需要在实战中验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